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老朋友 Razer 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我觉得1年后有人看，2年后还有人看，3年后更有人看。为什么？我讲的话题就是比特币，对吧？非常火。在现在2020年全球疫情之下啊，全球各国的央行都在不断的放水，对吧？他们在放水来刺激各国的经济来复苏，对吧？而很多的投资大师啊，华尔街的这些投资大佬们，他们可能有一些商界精英呢，对于这样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资产贬值啊，有一些隐忧。而他们很多人认为，除了黄金以外，可能黄金还有这个防止手上现金、防止这个资产贬值的功能，对吧？可以保值。他们认为除了黄金以外，比特币也可以作为一种通货紧缩型的这种货币或者资产呢，可以对冲当下的全球的货币或者资产贬值的这样一个风险，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到底什么是比特币，对吧？到底什么是区块链，对吧？我们今天就有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各种举例子的方法，让大家来理解什么是比特币。中间呢可能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比喻，但是这样的有助于大家理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交流，指正我。今天我就希望每个人都能看懂什么是比特币。比特币和区块链的技术密不可分中间我会简单的串讲一下什么叫区块链技术，对吧？这肯定是不可能分割的。而且呢，大家想要继续更细致的了解区块链技术的，可以订阅我，点击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后续我会继续讲关于投资、关于比特币、关于区块链的内容。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讲比特币到底是什么。比特币呢，最初呢是一种电子货币，或者说是一种电子现金，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发明的初衷，对吧？它是由2008年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这个人在2008年底创作了一本白皮书，对吧？白皮书的名字叫比特币一种点的电子现金系统，这样一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呢是它的理论模型和框架，对吧？它就是比特币的一个原型。而它出来之后，在2009年开始，比特币就诞生了。中本聪就把这个比特币的模型推出来之后开始运转了。这个时候比特币网络就开始了运转，比特币的第一个创世区块就诞生了。而比特币网络至今2020年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对吧？而这个系统从来没有被人攻破过，从来没有中断过，证明这个比特币的系统足够稳定，足够安全，对吧？而且的规模很大。好，我们来说比特币，大家都以为是一种币或者是一种现金，对吧？不是的，比特币更像是一种系统。什么系统呢？比特币是一个存在于互联网世界的软件系统。什么是软件系统？就是由代码组成的，对吧？188一行一行的代码，这些代码后面我会给大家公布出来一个图片。除了这个以外，比特币还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硬件系统，对吧？但是它是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这个挖矿的矿机组成的一个硬件系统。矿机就是一个计算机嘛，理解为计算机就可以了，是一个硬件系统。而且它还是连接软件与硬件、虚拟与现实，连接互联网世界与人类现实社会的一个经济系统，或者说一个价值系统，对吧？我看到我们这么多定义希望大家能慢慢理解它，对吧？虽然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个货币或者是资产或者是商品，对吧？之前我们有讲过，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价值存储的一个载体，或者说一个运载系统，对吧？而且比特币的价值其实核心就是靠背后这一套复杂的系统来支撑的。好，今天我们就从2大角度来解释到底什么是比特币，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什么是比特币。第一点是交易的角度，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和人之间都有转账关系的，对吧？我给你一笔钱，我需要转账给你，对吧？这种转账呢，都是通过银行、支付宝、微信这种系统来转账，对吧？除了现金以外，现金呢就可能有第三方，就是我和你把钱给你，你就认了，就是一个证明关系、信任关系。但是除了我们两个线下交易以外，任何线上的交易都是通过银行、支付宝和微信的，对不对？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什么第三方，对吧？我们的交易这些数据是需要建立一个信任关系的，对吧？是需要一个被信任的第三方来处理的。不论它是银行国家政府或者金融机构，对吧？其实支付宝和微信其实都是背后一个金融机构，对吧？都是第三方。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来见证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交易，或者说给我们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对吧？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一个第三方来信任你，给你一笔转账。但是我想问的是，对吧？我和你凭什么会有这种信任，对吧？如果是普通的这种银行转账的话，是由我们的央行，对吧？国家政府或者是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这种中心化的权威的确立，对吧？它能告诉你，我就是一个统治者，你就要相信我，对吧？我们都相信国家，相信政府，相信银行，
对吧？这是一个金融系统的信任关系。我们相信这种中心化的系统，所以我们会我和你之间转账是由他们来见证完成的，他们来帮助我们完成的。但是他们是一个单一的利益团体，或者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他们是一个可以控制改变这个数据的一个团体，对吧？比如说银行说把你这笔钱给你冻结就冻结了，把这笔钱给你划掉就划掉了，对吧？我们中国银行或者说央行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央行权威发行了货币，他们有货币的发行权和销毁权，他们可以改变你的这个账户的数据，对吧？他们数据是控制者。但是比特币就不一样，比特币的交易是不需要第三方的，它不需要由一个中心来控制这些交易数据，对吧？比特币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对吧？它跟央行是有这个区别的，是个对立面。但是你想想，央行是有权威的，但是在比特币当中怎么样建立信任关系呢？对吧？谁是权威呢？其实权威就是分布在全球的矿工网络，这些矿工作为代替银行，他们成为一个第三方，他们是一些信任的建立者，但是他们之间呢各自相互不认识，他们的利益其实是不一致的。但是当他们挖矿的时候，当他们进入这个网络为我们见证交易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其实一致的，因为他们被比特币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了。他们呢是各自约束和制约的，所以说他们不像一个中心化团体一样可以说参考某些数据，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没法起作用的，全球大概有1万多个矿工节点，对吗？他们其实分布在全球，而且不能一起来商讨一个问题，他们利益其实是分散和制约的。所以说呢其实对比银行来说的话，比特币的系统是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是银行是国家或者是一个政府一个机构说了算，比特币的网络是由全球矿工说了算，是由所有人说了算，对吧？没有一个人说了算，这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区别。这是第一点，交易里面。再来说这个我们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转账，对吧？都需要你有实名，对吧？你需要一张银行卡号，然后你呢作为一种你转账的一个接收和支付的方式，对吧？你没有这个卡号，没有这个账号的话，没法互相之间转账。比特币是怎样转账的呢？比特币是怎样交易转账的呢？比特币要的是你的钱包地址这个钱包地址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的个人账户，就是你的银行卡号，对吧？但是这个钱包地址不是那些数字，而是由一串乱码组成的，对吧？这个乱码其实是没有任何识别度的，它不像你的身份证，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的身份证号，我知道你银行卡号这样一个识别度。但是比特币的这串乱码地址是没有任何识别度的，它是具有高度的匿名性，对吧？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有一串乱码的账户，这个账户就是你的地址。而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比特币转账就可以理解为是从一个比特币的地址转移到另外一个比特币地址，这样是一个转账关系。但是比特币地址和地址之间不知道谁是谁，我们并不认识彼此，但是是可以查询和看到的这个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说一下你说我们凭什么会控制这个地址，对吧？你说要是在银行里面的话，可以控制我的账户，为什么？我有银行密码，对吧？而且呢，我有身份信息。银行如果别人到了，我说我是谁谁谁，我可以挂失，对吧？由国家来给我找回这个数据，对吧？我们其实最后还是一个身份验证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如果比特币它是完全匿名的，只是一串地址的话，凭什么认为这个钱就属于你？凭什么认为这个比特币就属于你呢？就是通过一个软件系统，什么呢？私钥文件以及助记词，包括说密码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地址是具有唯一性的。当你建立比特币的钱包账户之后，这个地址就属于你自己一个人，它相当于生成一个私钥文件，在你的电脑里还有一个助记词，这个是唯一的，对吧？你一定要记住你的私钥文件以及助记词，它其实相当于你的银行账户密码。这两个东西你有了，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比特币账户，你拥有一笔属于你自己的比特币财产。但是如果你丢失了助记词以及你的私钥文件，你就永远丢失了你的比特币，你再也打不开这个地址里的比特币的账户了。这是一个加密性更强了。我个人认为比特币的这个地址比银行账户其实说实话更具有加密性，而且呢它是一个完全由你自己掌握的一个这个账户，而并不是说由银行来控制，这是一个区别。但是呢它比较麻烦，对吧？大家可能觉得什么是私钥，什么是助记词，用起来好麻烦，对吧？这个后面会讲，但是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比较麻烦。再来说对比银行、微信、支付宝他们之间转账需要多久？1秒钟，很快，瞬间就转给你了，对吧？我支付宝给你1块钱，马上就到了，非常快，对吧？但是比特币多久呢？10分钟。比特币我给你一笔交易，对吧？我给你一个比特币，至少需要10分钟才能到账。比特币确实比较慢，对吧？那如果是全球化交易怎么办呢？对吧？我们在中国国内可以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很快，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在中国，我给一个
马耳他岛上的人转账，怎么样转账够快呢？或者说他需要什么东西呢？手续费，对吧？跨境交易或者你用 Visa 卡都是需要高额的手续费的，但是比特币的相对来说手续费它就更便宜，对吧？更加低廉一点。这个时候比特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交易就比你用这些跨境支付要更加便宜，更加划算一点所以说比特币其实它不分任何国家这个没有任何区分的，但是它就依靠你是在网络上就可以了，只要你连着网，有比特币的账户，有这些地址，你就可以来回交易转账。好，再来说对比银行我们凭什么证明这笔钱这笔比特币是我给你的，而且我只给你，对吧？凭什么证明我们俩的信任，对吧？如果我欺骗你怎么办？我没有给你怎么办？或者说我这交易没有完成怎么办？对吧？如何证明这种欺骗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第三方，没有这个第三方来信任的关系了，只能靠比特币我们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对吧？怎么样搞定的呢？对吧？我们来说一说，对吧？可能银行和金融系统，我们国家政府回来他们作为一个中心来帮你证明他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来帮你证明这笔交易完成，他们是个公证人，对吧？而比特币的权威，他们的公证人其实就是全球的矿工，这些矿工分散在全球各地来挖矿，他们来见证你的交易比如说小明给小丽转了一个比特币，对吧？这个时候所有在比特币网络上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笔交易，对吧？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谁给谁的，他们不知道是小明给了小丽，但他们知道从这个地址到另外一个地址发生了一笔交易，而这笔交易呢这些矿工他们都能看得见，他们都能把这笔交易存储并证明，所以说呢他们都会把这笔交易呢保存和记录在整个比特币的区块链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篡改的，而且是全球都能看得到的，但是它是匿名性的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他知道这笔转账发生了，这个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安全可靠的，所以他们矿工其实代替了银行这种第三方。但是矿工呢不是白给你劳动的，对吧？他们也不是白给你干活的，不是免费给你去证明存储你的交易的，他们是要赚钱的。赚什么钱呢？手续费，这是他们一个收入来源。就是说我给你转比特币的账，对吧？矿工就会收取一部分手续费，作为他们是见证者，他们是一个交易的打包者，对吧？除了这个手续费以外，他们还有一个挖矿收入，这个后面会讲，对吧？所以说他们其实就是银行的替代者，对吧？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中心化的替代者，他们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替代者。好，再来说比特币的交易是如何记录的，对吧？如果说银行的话，我和你之间转个账，银行是怎么来记录的？靠数据库，对吧？我和你之间转账就是靠数据来记录的，对吧？给你这笔钱其实是电子化的，是在数据库当中，这个数据库是由银行或者国家来保管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数据可以改变。但是比特币这笔交易存在哪里呢？存在区块链上。区块链呢，这些区块是由矿工打包交易记录形成一个链式的结构，对吧？是一个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的一个结构。这些数据呢存储在分布在全球的矿机当中，也就是说全球有很多矿机，这些矿机都可以存储所有的区块链上的交易数据，每一笔比特币的交易记录都在每一个矿机上都可以看得到，任何人都可以存储和下载这些比特币的交易历史记录。现在大概这个全网的这个从09年以来吧，这个比特币的交易记录现在大概有200GB 这样一个大小到300GB 这样一个大小，对吧？也就是说相当于你一个硬盘或者说一个你的电脑这个地盘的一个空间大小吧，对吧？它现在已经不小了，这是它这个空间只包含的比特币的之间的交易数据，就是转账数据，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东西其实跟什么可以证明每个地址的余额，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是不可以删除的。也就是说你删除了我们其中一个矿机的数据之后，在全球还有别的地方有别的矿工，他这个数据可以告诉你我证明这个数据还存在，对吧？你删除了一个我，还有千万个我在后面等着，对吧？这就证明了比特币的整个网络的去中心化牢不可破，不像你银行毁灭这个数据库，这个数据没有了，你的钱可能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说这也证明了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地址的余额，就是你自己比特币的账户地址的这个余额是有交易历史的，而且是可以被追溯的，而且没有人能够造假，对吧？所以说我们说溯源，区块链的比特币的溯源就在这里了。所以大家可能会称作区块链什么呢？称区块链为一个分布式的账本，因为它记录了比特币诞生以来所有的交易记录，或者说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账本，对吧？没有任何一个中心可以控制这些数据，可以完全掌控这些数据，并没有。好，我们说完了交易，我们再来说挖矿。因为我们从交易来看到刚刚有很多不可能的概念，比如说区块打包挖矿这些东西，我们再来说挖矿。
挖矿，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概念啊，挖矿，在全球领域当中啊，这个黄金挖矿大家都明白对吧？是你要去用机器啊，用人力去淘金挖矿对吧？采这个金矿的啊。而在比特币这个领域里啊，你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这个资源的付出。为什么呢？它是你要消耗你的金钱去购买矿机啊，付出算力，联网付出算力，然后呢耗费你的电力，消耗这些资源去挖矿的，对吧？我们知道比特币总共有2100万个，对吧？它跟黄金的这个属性有点像，为什么呢？黄金其实啊总量也是有限的，不可再生。比特币有2100万个，它也不可再生，而且它的产量是越来越少的，是一个边际效应。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就是说比特币的一个边际效益，它从09年以来是越来越少的，对吧？而全球各地有大量的矿工在不断的去挖矿，他们在维护的这个网络，对吧？他们可能是用火电、风电在不断挖矿啊，这些矿场往往很大，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很可观啊。他们需要付出啊矿机的这个算力以及电力来计算一种数学难题，而计算这种数学难题呢，就让他们去竞争、去抢，来谁来打包区块啊？但是平均来说，他们的这个算力谁高，谁就收益越大，对吧？这是一个正比关系。但是他们的收益是什么？这些矿工为什么要来挖矿？他们就为了赚钱，赚什么钱呢？比特币，对吧？比特币就是网络的钱，他们就为了赚比特币，所以他们就要来挖矿。有2个来源，一个是区块链的奖励，就是区块奖励，就是我们每打包一个区块，我们会获得啊这个区块里的比特币奖励。一开始是50个，对吧？后面我不是说嘛，有减半，这个我谈过了，50个，然后是25个，变12.5个啊。现在已经5月11号以后了，就是说现在是每个区块6.25个比特币的产出，他们就是他们的奖励。除了这个区块奖励以外，他们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就是手续费，对吧？就是我和你转账，我需要付一笔很小的手续费的这个额度，就是比特币的手续费。他们是2个收益来源，一个是挖矿的区块奖励，一个是手续费，这是他们当矿工的根本理由，对吧？我为了赚这个比特币，我才来挖这个矿的，这是他们利益关系。好，为什么会存在这个挖矿的这个机制呢？对吧？说实话，他们其实是比特币这个设计的初衷啊，就是因为通过挖矿这种啊资源的投入、这种算力的投入以及电费的消耗啊，大规模的这种啊能源消耗，来通过这种算力的规模来维护整个网络的安全。因为这个网络算力够大，规模够大，所以难以被攻破，对吧？所以看看稳定运行了11年时间啊。而挖矿整个这个打包、验证区块、记账，他们这样一个动作可以维护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就跟你做银行一样，银行也是啊数据库不断转账，他们其实第三方也是在维护的，而矿工就代替了一个角色，矿工在维护这个网络，对吧？我们打包挖的这个区块，到底区块是什么，对吧？可能大家对于区块这个点也不太了解，区块呢可以理解为啊我们的微信群聊的一个聊天记录。怎么想啊？就是说这个群聊啊，这一行一行，对不对？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我们俩说的话都是有时间记录的，都是有一个时间有时间有内容，而且你不可撤回，对吧？你的微信聊天其实过了一会儿之后你没法撤回了，大家能看到你在说什么，对吧？这时候说实话，你可以把这个微信群呢理解为一个全球的矿工网络，每个人说话都是一个矿工，他们不仅说了话，他们还记录了这些说谁说的什么话，对吧？我说了什么话，我这有截图啊。你虽然删掉，你说我没说，但是我告诉你，我这有截图，我说你说了，对吧？这是一个见证关系。所以说，区块呢就是一个群聊的记录，而链什么叫链？区块和链是分开的，大家后面把这再结合到一起的。链呢，就是可以理解为是由大量的微信群聊记录组成的一个时间结构，因为你这些微信的聊天是由时间来组成的，你要看到时间记录，对吧？我在这一分这一秒说这个话，下一分下一秒说这个话，这是一个区块链，是一个时间链式结构。大家可以用微信群聊这个记录来对比一下，来更好理解，对吧？这个区块链的结构啊，从它一开始就没有结束过。为什么？它开始了挖矿之后，后面就不会结束，因为它一直有交易存在，比特币网络一直存在，大家一直来转账交易，这个时候就会一直在不停的验证这个区块，每个人都就跟你微信群聊一样，群聊大家都不会停止说话，就一直在说话，对吧？等于是你在不断产生交易，不断产生记录，这样一个过程。每个区块其实包含了整个10分钟内的所有的比特币交易，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矿工，你打包了一个区块，这个区块呢包含这个网络里所有的10分钟之内的全球的交易，而10分钟之后会产生下一个区块，每一个区块呢都是由不同的矿工来打包的。这个矿工呢，可能是他率先破解了这个游戏难题，这里我们不再讲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由加密算法来构成的，这个东西比较复杂，后面我们再说就理解为是个游戏。他破解了这个难题之后呢，他会获得这个区块奖励，对吧？当然也说过了，这个奖励就是比特币，对吧？他的挖矿就产出了比特币，就会获得这奖励。而
可能这个矿工获得比奖金之后，大家觉得啊，别的矿工怎么了？别的矿工他们也有收获，为什么？其实说实话，长期来看，你的挖矿收益是跟你的算力付出成正比的。你的这个点挖矿挖到矿了没关系，其他矿工他负责验证和存储这些交易数据，对吧？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挖到矿没关系，别人还会帮你继续完成这个记录和验证的工作，对吧？他死了没关系，别人还有这个数据，所以说这是一个分布式的网络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最后的收益是跟他们的算力规模成正比的，这大家一定要记住，对吧？他们的付出越多，得到也就越多，这是一个正比关系。所以比特币交易呢，也就是10分钟之后就会需要全网的验证，也就是说，你为什么我给你一笔比特币10分钟才会到账呢？因为它需要全网验证，需要打包出块，就是要10分钟，比较麻烦。而挖矿呢，我刚刚也说过了，其实就是替代了传统金融的这个第三方的角色，对吧？没有任何国家和政府，也没有银行就是只有矿工网络来帮助大家完成这个交易，确认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确认我们的安全关系，对吧？这其实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交易，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是一种信任关系，而且是没有任何第三方的一个信任关系，对吧？所以矿工网络这个群体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中心，但是他们本身是各自为政，他们不是一个大的中心，他们是一个分散的关系，对吧？他们是被比特币的这个利益、挖矿利益所绑定、所制约的，对吧？好，我们今天由这个比特币的交易以比特币的挖矿给大家做解释，到底什么是比特币，对吧？说了很多，大家不懂呢可以继续回看我的视频，对吧？而且大家希望可以看一看比特币这本白皮书，对吧？大家可以搜一下比特币白皮书，肯定能看到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就说呢，比特币其实就是由软件和硬件组成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价值的存储系统，或者说一个交易的网络。我们后续呢还会继续走第二篇，就是从经济角度，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比特币到底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网络会活这么久？如何产生一个博弈的关系，对吧？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我视频留言、点赞、点击订阅我。希望10年后你还会继续看这个视频。拜拜。